大家好，这里是爱科技，我是张振林。新款的 iPad Pro 整体的外观呢，较上一代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在相机这个区域呢，做了一些轻微的改动。其实这个机器呢，我很早就拿到了但是由于维修和教学工作比较忙，一直是拖到现在呢，才能给大家做一个拆解的分享让你们久等了，抱歉。那么今年的 iPad Pro 呢，加入了一些新的技术，也算是挤进了生产力工具的行列。至于它有多强、多好用我目前还给不了答案。但如果它在意外中损坏了，我保证我一定要修好它。第一步，没有卡托可取，所以先关机。用吹风机呢，对四周先加热。还是用平刀口随便找一个位置卡入刀片。你从这边吧，平刀口这样子先向下伸一点，然后呢，慢慢的撬，不要太快了好，起来了。先用指甲顶住一下，然后呢，再卡入这个拆机片，慢一点沿边呢再划开。这个屏幕呢，它比较厚这个边是吧？划呢也很好划，下面的胶呢也不是很紧其实比手机还要好拆，是吧？指甲轻轻一划就划开了。掀起屏幕以后呢，上面和下面都有排线所以大家在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把屏幕向下稍微移一点点慢慢的移因为它这个排线被拽着了。露出这个螺丝呢以后呢，我们先把这个给它拧掉。这还有一个这个盖板呢是比较轻松的，拿掉，先断开它OK。再掀起来的时候呢，屏幕往里推一点跟着这个排线有个弧形往里走，知道吗？这样子就不会折到了你要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怕拉到它。那么接下来呢，把这个盖板拆掉，然后再把屏幕取下来。这个也是很轻松，没有胶的背面呢有这个泡棉。先断开电池吧。好，把这所有的排线断掉。是吧？用了所有的工具，还是指甲最方便。撕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焊接的把附送画一些传感器全部呢通过这个地方交集焊在了一起那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单独更换，如果这个排线坏了断了的话因为是焊接的，就不需要整体去换了。接下来呢，再拿掉这个盖板，然后再去拿面容排线也是很轻松，下面也是没有胶的，对吧？把它排线先抠掉。好，这里有点胶注意我们撕一下其实上面也是粘的，看到吗？也是粘的，可以听到声音吗？但是这个它粘的不是很紧，这个扯的时候小心点下面有比较厚的胶的。OK， 这边还有一个，也有一点点粘着。好，面容的边上呢还有2个螺丝固定我们先把它拧下来。我这电动螺丝刀没电了，所以就直接手拧了。我们看看能不能直接拿下来哇，好像有点紧这边已经起来了，但这边呢还有点紧有点紧。我们用镊子看能不能抬起来。可以了它可能有点卡扣的形式。OK， 下面呢还有这个硅脂跟这个框连着，用个散热用的。这个面容呢，相较于手机用料是非常的足它外面这个反骨架呢非常的厚。我们拿手机来看一下这是一个苹果X的，是吧？
这很明显就能看得到这个差距啊。如果说它在手机上呢也用这样的料的话，我觉得这个苹果擦以后这个面容损坏的概率呢应该会降低很多。再把后摄头的所有固定螺丝拆掉。这个盖板呢直接就掉下来了。这里还有一颗螺丝，排线抠掉，然后呢用频道口卡着这边一个边，插进去它就上来了。在我购买机器之前呢，是在官方的宣传视频当中看到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就是3D 实时渲染，是吧？这个建模功能。但是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呢，也都没有发现这个功能，而且在他们官方的 APP 中并没有找到类似的软件，也有可能是我找的不够用心吧。如果有已经用上了的朋友呢，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继续往下拆，取下这个塑料盖板。哎呦，一起就下来了，看到吗？开机键直接是粘在这个盖板上了。音量键这边呢，应该是个金属它呢是固定在下面的，这边还有胶，我们用频道口撬一下，从这边吧。OK 那这个排线呢，也是粘在这个铁片上的再把按键取出来，再断开这里所有连接的扣子这几个天线的扣子呢是有胶打着的，可能会稍微难搞一点，是吧？先把这个胶给它搞松，好，这样就可以了。尾插呢是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后期更换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先断开，再取下所有固定的螺丝。排线下面呢还有胶粘着如果不敢撕的话，可以借助一下吹风机。它这边连接的这个座子呢，是跟苹果的笔记本电脑是一样的再把这边所有连接的座子抠掉，再撕开最上面这条天线，还有一层石墨贴纸。这个贴纸呢不仅很厚，下面呢还有大面积的铜箔。主板上还有4颗螺丝固定，这边呢还有一个盖板用手轻轻一推就可以出来了。断开2条排线，我们就可以拆主板了。先用吹风机呢对背面加热一下从这头将主板轻轻翘起，然后呢顺势撕开，因为加完热以后呢，它下面的胶呢是非常的软了。CPU 和硬盘呢都是有带胶的我们可以从四边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呢是苹果一贯的作风，是吧？这是主板所有座子测量的参数放图片给大家参考一下。电池的两边设有易拉胶。
拉开易拉胶以后呢，这个电池是松了啊，完全松了。然后这块电池呢，这边是松的，这边呢还有底下有别的胶哈，我们可能需要稍微加热一下。来，看到吗？在这边加热一下呢就好拿了。长刀直接向里啊。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沿边再往下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小心点，不能这样硬敞啊。这里有一条排线，我们可以稍微对后面进行一点加热。OK， 这样就可以了啊，稍微有一点点弯，轻轻一掰就可以掰直了。电池小板的下面呢也是有胶的啊，也需要借助一下工具。电池容量呢为9720毫，4个喇叭呢都非常的大，苹果的音质呢我相信应该不用说了。但是想要把它拿下来呢，还是比较麻烦的啊，因为它呢是镶嵌在这个中框里面，看到吗？这种设计是非常的好，是吧？比较密封，但是拆的话就比较麻烦了。我刚才已经尝试呢，把它边上的胶啊，已经给它你看割掉了很多，但还是很厚，是吧？如果我要硬撬的话呢，可能就有那么一些不完美了，毕竟它是好的，是吧？那如果客人的这个喇叭损坏了，已经是不要了的，那我们是硬撬，那没关系，是吧？机器的内部呢，基本就这个样子啦。虽然说这个机器我已经拿到很久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怎么玩哈，因为你看啊，宣传片当中说的这些专业软件是吧，我也没有找到，也没有地方可以下载，而且这个妙控的键盘呢也还没有上市，A12Z 的性能也没有提升太多啊，所以对于我的体验来说是并没有太大的提升，是吧？有一点呢，我是非常关注的啊，但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就是 iPad 版的 Photoshop CC 啊，一直到现在也是没有来的，对吧？相信也有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是非常期待啊。那怎么办呢？只能我们一起等咯，是吧？好了，今天的拆解呢，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